西藏姑娘来到四川和重庆，真实感受如何？在一个很少人听说过的城市遂宁，目前怎么也走不出去了。这次远行本来计划把四川21个地市州走完，不晓得什么原因，在遂宁待了很久。就有朋友说，卓玛走了1个多月还没走出遂宁。一开始我不以为然，直接收拾行李赶往遂宁隔壁的重庆。在余城痛快玩了1天后，我现在又回遂宁了，看来真的是走不出去了。重庆和遂宁之间是什么让人来去自由又潇洒如风呢？除了陡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，还有一张网。中国正让这张网越来越大，从而也连接到西藏。未来遂宁和西藏因为网而产生变化，网中除了国家所做的努力，更有遂宁人和藏家儿女的期盼。沿着卓玛前行的街景，我想当地朋友已经明白了些什么。没错，我要去的地方是火车站。之前卓玛说，遂宁的火车站通道没有电梯，在全国都很少见，因为它1997年始建期间只扩大了站台，增加了铁轨线，还有候车厅的一些改进。其实遂宁1985年才从绵阳分出，成为单独地级市，所以说几年后修建的火车站到现在年纪太大，所以在来来往往的乘客们心中留下美好回忆，但如果行李太大，也感觉非常累。不过这样的情况即将改变，因为遂宁高铁站已真正动工。由于遂宁人很喜欢去西藏，后面的高铁动车就能直接连接青藏高原，免去了去成都或重庆坐飞机的麻烦，还有换乘绿皮火车的时间损耗。遂宁算是一个资源城市吧，天然气探明储量位居四川第一，全国产量第5，是四川锂电之都，在全国都有分量，同时也是除了宜宾、泸州外又一9城，走出一个全国都有知名度的沱牌舍得。但是遂宁有2个邻居过于闪耀，是西南绝对的大明星。即便遂宁是四川第2的交通枢纽，也很难让很多人注意到。作为成都和重庆的近邻，最自豪的还有出入便利。这部成达万高铁不出意外带上了遂宁，而遂宁的高铁站就是成都经达州最终到重庆万州高铁的其中一环。而这条高铁的始发站为成都天府高铁站，目前也在新建。既然是成都到重庆的高铁，为啥和西藏有了关联呢？因为全国最难修建的川藏铁路始发站也是成都天府站，到达日光城拉萨。遂宁人在西藏的四川人中数量应该是前列的，所以未来到西藏挣钱绝对更方便了。我后面的这条铁路是去往南充的，我是在想会不会突然开过来一辆绿色的西藏那种高铁，就瞬间就仿佛回到了西藏一样。但是应该不会吧，它一般都是那种白色的，绿色的应该比较少。列车前行的方向是到成都，而相反方向就是南充、达州真的好辛苦，以及成都到青海、西宁的高铁动车也从这里经过。未来是一边接川藏铁路，一边接改造后的青藏高速铁路。加上卓玛还看到了西藏林芝到拉萨高铁动车一样的颜色，所以显得有点激动了，哈哈。天哪，很长的，你在看到没有？火车跟我们西藏那个绿皮火车一模一样。什么绿皮火车？蓝色的还有红色的。各位朋友想必已经明白了，成达万高铁就是走这边。哦，红色的火车。不远处正在施工的其实就是高铁遂宁涪江桥。好长。好长。海水湾的好长。达到重庆、广州、上海等方向的铁路在遂宁高新区那边。由此要再提一下另一条已经动工的缅遂内高铁，就是绵阳经遂宁到内江。这条铁路也将新建一座遂宁高新站，而作为市内最强的社红，也将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。加上安居区遂宁的所有区县都将通高铁，到四川自贡、宜宾也将不用去别的城市换乘。
其实遂宁的交通发达程度在四川数一数二，高速路四通八达，成都发出的列车大部分都会从此经过。遂宁的人如果想去成都或重庆玩，有多方便呢？目前乘坐动车到成都市中心只需要54分钟，到重庆市中心只需要1个小时10分钟，不到20分钟就可以开进重庆。这次回来是坐小汽车，当导航说你已到达重庆潼南区，20分钟不到又说你已进入遂宁安居区，是非常震撼的。之后行左侧2车道往物流大道遂宁豫南国际学校方向，150米后在红绿灯路口左转，即将在红绿灯路口左转。侧面也说明这2座特大城市之间是没办法起飞的，所以有幸福也有烦恼吧。罗马一直在想，国家的目标是不是用高速铁路把所有县城都连接起来，因为西藏也接近这个目标。从规划中，卓玛看到老家江孜县都要通铁路。对于遂宁人来说，这2条铁路通车，去西藏工作更近了；对于全国的朋友来说，去西藏旅游更近了。而西藏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敢去探索了。通过遂宁的高铁，找到了卓玛兴奋的原因。藏族人喜欢吃牛羊肉，喜欢吃糌粑，喜欢喝酥油茶。那个时候的西藏没有绿叶蔬菜，更吃不到海鲜。当时西藏蔬菜少，价格也贵，是当地的一种奢侈品。今天这期视频说说西藏蔬菜的那些事儿。Hello， 天津公3个中文影菜这家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藏族姑娘卓玛，感谢大家的支持。在拍今天这期视频之前，请允许我向大家介绍一下我的故乡。我的故乡名字叫西藏，位于雪域高原，被称为世界屋脊。西藏总面积超过112万平方公里，广阔的土地只有365万人口。地广人稀的西藏，平均海拔为4000米，有的地方气候寒冷，有的地方温暖。这片土地是丰富多彩的，也正是如此。在很早之前，对于西藏人来说，吃到品类丰富的蔬菜是一件很难的事。我现在在我们的田地里面给大家看看周边的山，就是没有树，是光秃秃的。这个就是因为气候的原因以及山上的土质结构的原因，所以就这边的话呢长不出来树。我们的田基本上种植的都是油菜花以及青稞。青稞的话呢，我们就是拿来做糌粑还有酿酒，少部分的也会卖给市场。油菜花的话榨油，少一部分也会卖掉的。藏族人喜欢吃牛羊肉，喜欢吃糌粑，喜欢喝酥油茶，同时也喜欢吃米饭和蔬菜。西藏的人并不是只喜欢吃肉，不喜欢吃蔬菜，但是很早以前的话，西藏的人只能吃肉和糌粑。西藏那个时候没有条件吃蔬菜，因为高原气候无法自己种植。80年代的西藏一年蔬菜产量只有2.6万吨，平均每人25天才能吃到2斤的蔬菜。给大家看一下我后面的这块地，不是青稞也不是油菜花。这边的话，除了种青稞、油菜花、小麦以外呢，我们还会种这些蔬菜，大部分都是土豆还有萝卜。因为特殊的地理环境嘛，这种地上面的话长不出特殊的蔬菜。那个时候的西藏只有土豆、大白菜、萝卜，没有绿叶蔬菜，更吃不到海鲜。当时的机场只有拉萨贡嘎机场，通过民航飞机可以运输蔬菜，所以当时西藏蔬菜少，价格也贵，是当地的一种奢侈品。这是家种植的土豆，它的叶子是这样的。这边的话呢，猜猜是什么呀？长得太差了。这块呢是萝卜，有这些小孔黄萝卜。就是好多朋友都在问卓玛，你们那里海拔那么高，会长蔬菜吗？反正有一大堆的问题。我前2天去了我们叔叔他们家的那个大棚里面，种了好多蔬菜。平时的话，我叔叔他们也会给我们送长得好一点的那种蔬菜，比如说西红柿啊、青椒啊那些。但是我们自己家就没有那种大棚了。我们村的话离县城也比较近嘛，时不时的到县城里面去买一些蔬菜。我们平时吃蔬菜特别的多。还有的网友就跟卓玛说，他以为
西藏全是牧区，只有牦牛，没有田地。西藏这边不只是有牧区，也有农区，也有半农半牧，所以给你们看一下西藏这边的大棚。现在的西藏依然需要从成都、重庆等地运输蔬菜，但是通过大棚的技术，西藏开始自己种植蔬菜了。说起种植，不得不提日喀则。日喀则位于西藏南部，被称为粮仓，因为日喀则盛产青稞，全西藏一半的青稞都产自日喀则，而且日喀则青稞品质最好，有青稞之乡的美誉。除此之外，日喀则还种植小麦以及各种各样的蔬菜，种类超过136种。日喀则2020年蔬菜产量高达40万吨，拉萨产量为27万吨。西藏全年蔬菜总产量为84万吨，日喀则和拉萨加起来产量为67万吨，供应西藏一大半的市场。现在的西藏地里能种植芹菜、西红柿、四季豆、茄子等等。在市区菜市场能买到的菜，大部分都可以西藏自己种植。也就是说，西藏的物价贵，因为蔬菜要从成都运输过来，运输成本难在顾客身上，蔬菜就成了一种奢侈品。现在一部分菜依然从成都运输，但是也能自己种植，所以物价低了，蔬菜也不再是奢侈品了。睁眼的山巅，雅鲁藏布默默回首。我现在准备做饭了，这个是红萝卜，这些是今天的食材，这个是前面做的那个泡菜，然后这个是青枣，还有这个是牛肉。西红柿。过去的藏族朋友是没有条件吃蔬菜，所以只能吃牛羊肉。现在通过了援藏兄弟姐妹的努力，实现了大棚技术，把经济强省的蔬菜引进，变成了西藏的蔬菜。现在我们每顿饭都能吃上蔬菜，也爱上了蔬菜。除此之外，种植蔬菜也让农民有更好的收入，为让西藏变得越来越好。常有西藏丛林开山。好了，那么今天这期视频呢就到这里结束了，点个关注，不迷路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